Hello，大家好，我是气发发的儿子 Rich。那在上个星期呢，这个大势呢也有一个很大的调整。那今天呢，我会用一个技术分析的角度去分析一下整个大势。那现在呢是5月10号的4点28分。那刚才呢，恒生指数也已经收市了。那今天呢，我会给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最近这个股市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呢会一起来看美股的3个指数，还有呢恒生指数和上证指数。接下来的这个影片呢，我们会用到一些我们在技术分析的课程里面有教到的一些技术分析的工具。那如果有一些新的同学们没有听过这些技术分析的课堂的话呢，也可以先听一下这个视频啊。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些技术分析的工具到底怎么样去应用。那首先呢，我们会探讨的指数是 S&P 的500。这里呢，我就画了一个从2009年开始画到今年就是昨天收市价的时候的一个股价 channel 图啊。那这个呢是月线图，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它从已经升到了2022年的年初是最高位，跌下来跌到现在呢，大概有一个17%的调整。在短短的5个月里面呢，有17%的调整。我们可以看到，它在这5个月里面已经跌了17%。那我们再放大来看一下，它最近这几天的股价怎么样？我们可以看到呢，它在过去的这几天连续跌了3天之后呢，它的股价已经跌穿了这个0.236的这个支持位同时呢，它也有一些移动平均线的信号呢，在过去4月多的时候有出现了一些信号这里我们讲解一下，蓝色的这条线呢是长线的250天的平均线，这个绿色是50天的平均线，然后呢红色的这条线呢是10天的平均线那分别代表着长线、中线和短线的信号。我们可以看到呢，在4月的时候呢，这个平均线里面出现了一个死亡交叉的信号，就是10天的平均线呢跌穿了50天，就是这个中短期一个不好的信号。然后呢，我们再看回之前，在4月初的时候呢，也出现了一个中线跌穿了长线的一个移动平均线的一个死亡交叉的一个信号也就是说，这一次出现的是一个中长线不好的信号，这里呢再一次出现了一个中短期不好的信号。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在1个月之后虽然现在我们有一个事后诸葛亮的一个情况但是其实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有在 GMT 里面提醒过大家我们在看到这个大势出现了这些信号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应该适当的去离场然后现在呢，我们看到从今天5月10号5月9号收市价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调整，并且呢，它在过去的3天里面已经跌破了0.236的这个支持位。那下一个支持位会是哪里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 channel 的图和它的黄金比例。我们可以看到呢，它下一个支持位可能是在这里。第一是它的这个中轴 channel 的中轴第二呢可能是这个0.382这里呢会有一个比较强一点的支持位。那我们看完了 S&P 500之后呢，我们来同样用这几种技术分析的工具去看一下 Nasdaq。 那 Nasdaq 呢，我们相比 S&P 500来对比一下来看的话呢，其实它跌的幅度比 S&P 500多很多它在过去的这几个月吧它是最高峰的时候呢是2021年的11月多了几个月的时间然后呢跌了大概半年的时间呢，有一个28%左右的一个调整。我们放大来看一下，同样的，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它也出现了一些跟标普500一样的信号分别是它的移动平均线有出现了这个中线跌破
长线的死亡交叉和短线跌破中线的一个信号啊，我们这边也可以看到。那我们呢也在大概2个星期前的 GMT 吧，也有提过大家啊，我也有跟大家拍视频讲过，哎，这里已经有出现过这些信号了。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黄金比例的这个技术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呢，啊，它比 S&P 500更离谱啊 ，S&P 500呢是跌破了0.236。Nasdaq 呢是跌破了0.382这个支持位，那它下一个位置呢，可能就真的是0.5的这个位置，就是11400点左右这个位置才会有一个支持位。那美国3个指数里面，目前最稳的呢，就是Dow Jones 啊，Dow Jones 呢从2022年的年初到现在呢，调整也只不过有一个12%左右的一个调整。那我们呢也可以看它的一个 channel 图和它的黄金比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刚刚跌破了这个0.236的一个支持位。同时间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它也是同样的有出现过这些移动平均线跌破的信号。那具体的情况呢，其实也跟 S&P 500和 Nasdaq 差不多啊，也有很大的几率会有一个继续往下走的趋势啊。那它下一个支持位是到哪里呢？啊，有可能是到这个 channel 的中轴啊，大概是3万点左右。也有可能是这里0.382的这个位置啊，它这里呢才会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支持位啊，也有可能呢它会跌到这里啊，这里呢有一个 FTA 在这边，就是31300多点，这里呢会有一个 FTA 的一个支持位在这里。那目前我们就这样看的话呢 ，S&P 500、Nasdaq和 Dow Jones 3个指数里面呢，啊 ，Dow Jones 是跌幅最少的啊，而 Nasdaq 呢，因为它过去的几年升幅太多了啊，它现在呢也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回调。那我们看完美国3个指数之后，我们来看一下恒生指数吧。那恒生指数呢，我们也是画了个 channel 图啊，从2008年的最低位的时候开始画到呢。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呢，它在3月份的时候呢，已经跌破了这个 channel 的底部啊，并且呢，我们可以发现呢，它曾经可能有一个回调吧，想回到底部这里呢，可惜是失败的啊。我们放回日线图，我们可以更明显的看到，它跌破了 channel 底，然后呢，反弹，想回到这里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呢，反而变成了一个阻力位，现在呢股价又掉了下去啊。那同样的，恒生指数呢也出现了这种移动平均线的信号啊，不过呢，它比美国的3个指数出现的信号呢更早一点，它是从上一年的8月份开始呢，就出现了这个中线平均线跌破了长线的平均线啊，然后呢，它在这大半年里面呢，也有一个往下跌的波幅啊，当中呢曾经有一段时间呢，短线有升破了中线的平均线啊，但是呢，再后来也很快的跌了下去，这里也是一样的，升破了之后呢，过了一会儿又跌了下去。那我们结合看了这么多的技术指标之后呢，我们可以发现，未来港股的走势趋势呢，也会是偏向于弱势的。那大家有没有发现，为什么过去这几天美股跌了这么多 ，Nasdaq 也是跌了这么多，跌了这么大的一个波幅，但是呢，港股也是相对美股而言没有跌那么多呢？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它在过去的这几年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呢，它在过去的这几年里面已经跌了很多了啊。第二呢，也有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港股目前的走势呢，跟
中国的上证指数呢也是有一定的挂钩的啊。我们可以看一下上证指数的走势，我们可以看到呢，我们放大它的日线图来看一下，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中国的上证指数呢是有了一个回调的啊，所以呢，香港的恒生指数也没有完全跟了美国的走势一样跌了那么急啊，这个就是一个原因，为什么香港的恒生指数没有像美国那样跌了那么多。那七爸爸呢都很喜欢用一个宏观经济的角度去分析整个股市。那今天呢，我会用一个技术分析的角度去分析一下以上的这些大势的一些走势。不知道同学们你们是喜欢宏观经济呢，还是技术分析啊？不妨把你们的想法写在留言区里面，让我们知道吧。那喜欢这个影片的话呢，记得给一个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一个影片见吧。